有一种闻所未闻的苦行，持续了1300年，就在日本的深山中，直到现在，还有身着白衣的僧侣，在苍郁的山林中不断地尝试突破。你能跑下来一个全马吗？如果可以，那你能在1000米落差的山岭间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一次全马吗？如果还可以，那你能连续1000天完成1000次全马，并且绝不中断吗？这种苦行就是被称为日本最残酷的修行方式——千日回风行。其实佛学并不推崇这样的苦行，但这背后肯定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什么是千日回风行？1983年，一位在日本生活了35年的美国人约翰·斯蒂文斯，他在日本出家，甚至还在日本大学教佛学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宣称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不是世界瞩目的奥运冠军，也不是财富惊人的体育明星，而是比瑞山的马拉松僧人。这个书名起得很有意思，但马拉松运动员撑不住了还可以退赛，而这些僧人撑不住了只能自断。网上的资料大多数都是错的，我仔细查找了一下，其实千日回风行分为南北2条线，很多信息都混淆了。先说传统一些的北线，位于京都的比瑞山，这是日本知名的佛教圣地，属于天台宗。500年前，织田信长火烧比瑞山，屠戮僧众3000，背上第6天魔王的骂名。修行者需要凌晨2点从比瑞山山顶出发，再返回山顶，这样累计1000天，历时7年，行程逐步加码，最终行程4万公里，足以绕地球1圈。从古至今，比瑞山仅有约50人完成，其中完成2次的在历史上仅有3人。最著名的是酒井雄斋，视频中看到的就是他，当时他已经接近60岁了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南线，虽然是在几十年前才创立的，但难度甚至要远高于北线，完成的只有2人，其中之一的岩沼亮润，他写下了这本小僧人生生涯千日回风行，才让我有了向你分享这个话题的想法。凌晨1点半，岩沼亮润就要起床了，首先要去瀑布沐浴，然后穿戴好全白色的法衣。为什么是全白？因为象征着赴死的决心。在漆黑的夜色中，他举着灯笼出发了，随身携带的只有3样东西：2个饭团、500毫升水，以及大约4个半小时的睡眠。这里位于奈良的吉野金峰山寺，属于修验道，这是一个结合了汉传和日本神道教的宗派。有空我们可以聊聊。岩沼亮润要面对的困难要远超北线，因为他要在1天时间内自下而上攀登24公里之外的落差高达1300米的大峰山顶，一来一回的48公里，已经远超过了42公里的全马。那么他都会遇到什么呢？首先要说，无论南北线的千日回风行都只是在夏季的100多天完成，毕竟要在冬天完成山地马拉松还是非常不现实。即便如此，岩沼亮润也要在1天经历4季，有时山脚下已是30度的高温，山顶上却还有残雪，至于遇见雷电交加也是再正常不过。修行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，严格规定非常多，不能交谈，不能就医，以及忍受不了或者不小心受伤，
退出就要自断，用的就是随身携带的戒刀，或者以绳索绕颈。注意了，我特别要说明，佛门是完全禁止自断的。日本僧人的这类做法应该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影响，并不符合法理。回风行非常考验体能，更何况穿着的还是传统服饰。从第3天开始，岩沼亮润的膝盖就开始水肿了。他写道，2个膝盖都完全无法弯曲，硬直的像棍子一般，只能自己贴了膏药，一步一步走，直到40天后才恢复好转。然后接下来是牙痛，他写道，不由自主地流口水，痛得蹲在地上失去了知觉。修行结束去看医生，发现牙神经已全被侵蚀，接着还有胃痛、眼睛充血，以及擦伤的伤口化脓等等等等。高强度的体力透支会让身体的各种情况出现，但即便如此，无论身体出了什么状况，他都坚持在下午3点回来。他说不想让人担心。我猜测还有一点，回来还要整理内务，再晚就没有办法保证睡眠了。虽然每年只在夏天回风行，但连年的苦修还是让身体趋于崩溃。1个月左右，脚趾甲就会残缺不全；3个月左右就会出现血尿，而最可怕的情况出现在修行的第490天。此时的岩沼亮润已经严重腹泻，高烧超过39度半，头痛欲裂，终于在山上绊倒，动弹不得。当时他躺在地上，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呢？是童年的困苦和决心，以及他出家那一天，母亲把他的碗筷都扔进了垃圾桶，给他充分且决绝的鼓励。就这样，如同日本热血动漫一般，他又站起来了。书中还记录了其他很多困难，比如遇到了熊，遇到了蛇，遇到了山崩，遇到了幻觉产生的灵异事件等等。终于度过了第999天，岩沼亮润为自己写下了一幅字：999日生涯小僧，平静地完成了最后一天，获得了大阿舍离的称号，也就是规范师。然而，我们心中的疑问还没有答案：苦行究竟有意义吗？岩沼亮润在完成1000日回风行之后，还进行了更加残酷的4无行，也就是在9天之内不吃不喝不睡不卧，并且要诵真言20万遍。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，佛陀在觉悟之前也常有6年苦行的阶段，日食一麻一麦，直至形容枯槁。但佛陀最终发现，极致的苦行就如同极致的享乐一般，并不能得到解脱。在接受了牧女乳糜供养后，才恢复体力，并在菩提树下证悟，要中道修行。所以我觉得，世人对苦行的迷恋，恰恰是另外一种执着，并不可取。但岩沼亮润作为修行者，同时也是作者的他，针对这样的疑问，在书中坦诚地回答：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赴死，因为那毫无意义；而如果做到了身之苦而心不乱，正果自至。这样的回答，你又是如何认为的呢？其实人生何尝不就是苦旅呢？从1000日回风行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红尘中有很多事情，有坚持，也许就有意义。有的人坚持好几年，早半个小时到工作岗位，调整自己的身心。当然有人会问，这有用吗？有的人坚持10来年，
为自己和家人做早餐，当然也会有人问，这有用吗？有的人坚持几十年，去冥想，去超钻，去戒律，更有人会问，这有用吗？在人生的苦旅中，不是每件事情都有表面上的用处，只要是对的事情，坚持下来，这就会是有用的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